10種植物冷知識。1. 地鎳。我面前这個植物是山里人的阿膠，也是天然的補鈣神器。它叫地鎳野牡丹科的小灌木，有的也叫它紫茄子。就是它的果啊，成熟以後紫黑的，可以直接當零食吃。不過吃了以後舌頭會有點黑的。它既可以吃，也可以入藥，還可以釀果酒。為什麼說它是天然的補鈣神器呢？就是它的鈣含量很高，等量的牛奶，比如說都是100克的，地鎳的鈣含量是牛奶的7倍。它的葉子也十分有用，急性腹瀉，我們可以嚼它的葉子，生吞汁水，比止瀉藥還好用。它的船草搗爛外敷，可以用於外傷出血，防止創口化膿。地鎳的根和瘦肉同胞，可以調理女性氣血不足。2. 鴨腳木。大家看，這個是鴨腳木，它是五加科鵝掌柴屬的植物，有的地方也叫它鵝掌柴。為什麼叫這樣的名字？把它的葉子翻轉了，有點像鵝和鴨的腳掌。它是嶺南地區很常見的一種植物，有4個獨到的價值。第一，它是冬季開花，是廣東地區冬季的主要蜜源植物。第二，它的木材質軟，比較適合做木屐或者做火柴杆。第三，它也是一種很好的綠植，可以種在家裡，不光美觀，而且可以吸附尼古丁和甲醛。第四，在民間它也有很好的寓意，人們把它叫發財樹，財源滾滾的意思。關於這個鴨腳木，你們熟悉它哪些地方呢？3. 蘭香草。我手中這個植物是做香囊、填充枕頭的天然香料，它叫蘭香草，有的也叫它山薄荷。我們凑近這樣聞，它是混合了薄荷、樟腦、檸檬3種氣味樣的。它的茎是這樣的紫紅色，葉子邊緣有粗鋸齒，葉子摸起來毛茸茸的，非常舒服。地底下的根啊，好像有的還長了一點塊茎樣的。到了秋天，它會開紫色的花，一層一層，像9層塔一樣。感冒頭痛的時候，將它的葉子揉碎，塞在鼻子裡，可以治療頭痛感冒。在沒有發明口罩的年代，它相當於一種草本的鼻腔衛士。4. 鴨跖草。朋友們，這個植物叫鴨跖草。為什麼叫鴨跖草呢？跖是足的意思。這個草，鴨子走過的地方都能生長，或者它喜歡長在鴨子走過的地方，所以叫鴨跖草。現在它開着漂亮的小花，古人也叫它臂蟬花。為什麼叫臂蟬花呢？《本草綱目》曰：花如蛾形，兩葉如翅，碧色可愛，所以叫臂蟬花。大家欣賞一下，它有2個藍色的花瓣，還有一片白色的花瓣，十分清雅精緻。5. 紫花錢胡。大家看，這個是紫花錢胡，它是傘形科當歸屬的植物，這邊也叫它野當歸。它開的花像一把傘一樣，它的葉子有一點像鴨腳，所以它也叫鴨腳板。我們把它的根挖出來，它的根長得有點像當歸，是中藥裡的錢胡。除了藥用，它的嫩葉也可以做菜吃。另外，它的種子可以提煉芳香油，也可以作為調味料，具有一種芳香氣味。不知道你們那裡土話叫它什麼？6. 柏絡洄。大家看我身邊的這幾株植物叫柏絡洄，它是罂粟科柏絡洄屬的植物。它傳株有大毒，在古老的時候，瑤族的老一輩會採它放到茅廁裡，用來殺蟲殺蛆，而現在則把它開發成植物園的生物農藥，可以防治倒春象、倒包蟲、釘螺等。它也被開發成受用的飼料添加劑，應用於禽畜的防病促生長，能很好的替代飼用抗生素，
因此可以說它是天然的四用抗生素，具有无殘留、不设休藥期、可以长期添加使用等優点。最後再次强調一下，伯乐肥船草有大毒，大家在野外见到一定要遠離它。7. 丹参。大家看，這個是野生丹參，顧名思義，它就是自然生長在山野之間，不像人工種植的整齊的長在田埂之中，施肥呀、浇水呀，而是扎根於岩石縫隙、山坡林下，靠自然的陽光雨露，經過數年甚至數十年的風霜雨雪，就像一個人，他的經歷比較豐富，往往比較有故事、有魅力。野外生長的丹參呢，它的氣味很足，因為它的性氣味就是靠自然的生長慢慢的累積起來的，沒有經過催化，沒有急於求成，所以像這樣的丹參品質非常棒。8. 馬比木。這個紅果子的植物叫馬比木，有的也叫它麻皮樹。它的樹皮啊，上面很多麻麻點點，它的果成熟以後紅紅的，在野外啊特別顯眼。馬比木是茶茱萸科灌木，多數情況 1.5 到5米高，偶爾能長到10米。夏天會開出小而美的黃色條形花瓣，湊在一起組成頂生的巨傘花序，有的也叫它追風傘。為什麼叫馬比木呢？這個名字啊，其實是苗語音譯過來的。馬比在苗語裡面是樹枝的意思。這個馬比木很有價值，既是民間醫生用的中藥材，也是西藥的原料。它裡面含有洗樹鹼，洗樹鹼通常是洗樹裡面提取嘛，但是馬比木的洗樹鹼含量也比較高。洗樹鹼是一種被美國 FDA 批准用於治療卵巢癌、結腸癌等多種癌症的化療藥物。因為這種藥物需求量越來越大，所以除了從洗樹中提取，科學家還把目光轉移到其他植物身上，其中一種就是馬比木，它的洗樹鹼根部含量最高，一克可達 1.87 毫克。說到馬比木這個名字，有的朋友可能知道，還有一個馬醉木，它們的名字啊就差一個字。那我們怎麼區別呢？馬醉木它的葉子我們揉碎以後會有一種比較衝鼻的味道，而馬比木它的葉子揉碎以後沒有刺鼻的氣味，就是一種青草的味道樣的。馬醉木是外用殺蟲的，因為馬吃了會醉呀。而中藥裡面這個馬比木主要用於理氣散寒。9. 夏枯草。一聽夏枯草的名字，大家就懂得它到夏天就枯萎。今天我們在山上看見它開花了，趁着它還沒有枯，給大家講一講這個懂時機的植物。夏枯草春天長葉，春末夏初開花，開的花是這樣的紫色晨星花，像一個小小的寶塔。等到了夏至前後，花穗就會慢慢變成枯褐色，整株地上部分像枯死了一樣，所以叫夏枯。但其實沒死，地下的根還是活的，第二年又能重新冒出來。它是一種多年生的草本，這其實是它一種非常聰明的生存智慧。夏天太熱太乾，索性裝死休眠，把營養藏在根裡面，等到來年春天再生發。今天這幾株啊，正好是盛發期，它的花這樣層層疊疊，能生，近似能行，直立或者披散。它整體不高，通常10到30厘米，趴在地上或者斜着長。夏枯草的名字最早出現在《神農本草經》裡，歷史已經有2000多年了。民間有個說法，夏枯草冬至生，夏至枯，意思就是冬至的時候開始生長，到了夏至就枯萎。古人覺得這個夏枯草有點神奇，一般的植物啊，夏天正是很茂盛的時候，冬天正是枯萎的時候。
而夏枯草這逆天行事，有的地方也叫鐵色草，乾枯後變成鐵鏽色。老一輩怎麼用夏枯草呢？夏枯草是民間清火的植物，以下幾種情況可以用到夏枯草：眼睛不舒服，比如說紅腫、畏光，用夏枯草煮水喝。老一輩說的清肝明目；嗓子疼、上火，夏枯草煮雞蛋，喝湯吃蛋。夏天解暑，和桑葉、菊花一起泡茶，夏枯草涼茶。瘻痢、淋巴結腫大，民間用夏枯草煲瘦肉湯。注意，脾胃虚寒的人不宜多服，孕婦慎用。10. 野生山藥。我吃的是什麼？我吃的就是这个野生山藥的嫩尖，它的嫩尖也挺好吃的，朋友们。生吃也有一點那種山藥的黏黏的，也可以摘它的嫩尖做菜吃。很多人沒有見過野生山藥的葉子長什麼樣，大家看，這個就是野生山藥的葉子。當然，野生山藥葉子形態也有不同的，因為它不同種，葉形不同，有的像一個心形，這個像一個特斯拉的標誌。它們都是屬玉屬的植物，有的叫山屬、玉岩、白山。像野生山藥長得很深，有的長幾米深，挖的時候好像盜墓一樣，挖一個大工程。我們所在的廣東清遠蓮南瑤族自治縣這邊山上盛產一些野生山藥，很多瑤族同胞會上山去挖山藥。挖山藥，他們就是用的自己特制的工具，有點類似洛陽鏟一樣的，慢慢的敲，把泥粘上來以後，順着根莖的走勢往下面慢慢挖，有時候的挖不動啦，底下都是石頭，它的根莖轉彎啦，沒辦法挖啦，也是一個既辛苦又有技術含量的工作。一般的人去挖，你不懂得挖的，你挖不出來。或者挖的都碎了，它的藤上面還會結山藥豆，在中藥裡叫鱗魚子，那個也是可以吃的。我們可以把它蒸熟以後蘸點糖，吃起來也是美美的。底下的山藥那就更加美味了。像野生山藥跟種植的山藥吃起來口感區別比較大，野生山藥吃起來它是那種粉粉落落的。不放任何東西啊，就把這個山藥清水煮熟，這樣來吃都非常美味。也可以煲粥、煲湯。像菜市場的山藥，它是規規矩矩的大長條，而野生山藥它長的樣子是各種各樣，有的短短粗粗，有的歪歪扭扭，有的還生了一窩崽樣的。它的表面布滿很多那種鬚根，因為長在野外。它需要吸收營養，所以鬚根根系比較發達。唐朝時，山藥本來叫許玉，唐代宗李煜的名諱改為蜀藥。到宋朝，又因宋英宗趙曙的名字改為山藥，這個名字便沿用千年。山藥既可以做菜，又是一種藥用植物，它的藥用歷史也非常悠久了。最早記錄在《神農本草經》裡面，歷代醫家給予它極高的評價。蜀玉主傷中，補虛營，祛寒熱邪氣，補中益氣力，長肌肉。《本草綱目》中，李時珍也強調它益腎氣，健脾胃。山藥味甘性平，歸胃、肺、腎三經，具有健脾養胃、補肺益腎的功效。山藥雖好，但也不是說每個人都適合。以下幾種情況還是要注意。第一，舌苔黃厚、便秘腹脹者，山藥澱粉含量高，吃太多可能加劇脹氣。第二，急性感染期患者，山藥滋膩，病中不易消化。過敏體質者，山藥皮含草酸鈣真菌和植物鹼，去皮時一定要戴手套，
防範接觸性皮炎。孕婦及月經期間，請在醫師指導下合理選用